你喜欢会做家务的男生吗？当然喜欢了，这个没人不喜欢。这是我们身后今天的活动啊！我听说来了一位大美女，我们去看一下哈。Hello， Hello 呀，美女。Hello， 张老师。我听说你挺小的，你多大？对，我应该是今天这个活动里最小，我00年的。真的是00年呀？我还以为我听错了，真的是00年的。啊，那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可以啊。哎，你说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哈，这个怎么会想到来相亲呢？参加我们相亲活动呢？就可能我自己的工作相对来说有点忙嘛，而且圈子很小，我接触不到比较更合适的人。然后但我自己有婚恋的需求，所以就过来相亲了。是吗？哎，那你生活中应该很多人追你的呀？就是挺多，但是我觉得没有特别适合结婚的。哦，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我比较喜欢，首先有3点吧。第一就是个人能力比较强的，然后第二可能就是人品要好，善良一点的。第三就是我有点轻微的颜控，比较在意颜值。也是嘛，咱们自己都这么漂亮，是吧？那你不能接受男生什么呢？就那种玩游戏有点瘾的，瘾特别大的，然后抽烟喝酒比较严重的那种。如果第一次见面的话，你喜欢在咖啡厅还是去吃饭？我都可以，吃饭和咖啡都行。OK。如果需要你降低一些标准的话，你觉得以下这几个点你会降低哪几个要求？比如说，学历、身高、颜值、收入。如果让我一定要选，可能会降低颜值或者降低学历吧。就是男生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这一点是不能去掉的。对 ，OK。你觉得男生多少收入算是及格线啊？我觉得如果在北京这种超一线城市的话，年薪要50万以上算是。50万以上？对。你们觉得高还是低？你怎么看待跟男生一起买房这件事情？我觉得 OK 的呀，大家压力都这么大，一起共同承担是 OK 的。哇塞，我觉得00后真的比OK， 我前面见的那些女孩子比你大的一些女孩子，可能00后的观念真的是要不太一样一些，对吧？那我问你一下，你是愿意去工作吗？还是愿意居家呢？这两者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个？反正我是一个，如果我觉得我想工作的时候，老公另一半能够支持我，然后我如果不想工作的时候，那居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不设限都行。你喜欢会做家务的男生吗？当然喜欢了，这个没人不喜欢。主要非常期待。对，我自己厨艺很一般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厨艺好的男生还蛮加分的。OK， 真是的，赶紧学厨艺去啊！你能够接受最大男生多大岁数？我10岁以内都可以，是吧？也还行哈，10岁还是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年龄差。好的，那我问完了，宝贝啊，今天谢谢你哦。客气了，再见，拜拜。拜拜。好，你去忙去吧。怎么样，男同胞们有没有点压力？北京将来可能会有一半的女生孤独终老，找不到对象。你千万别觉得我危言耸听啊！目前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很多女生找对象呀，她其实根本就不是按照自己实际情况来择偶的。23、24岁的时候呢，有好多人给她介绍，因为那时候她年轻啊，有年龄的优势，自己啊就开始挑哈。所以他们的要求呢，就是有房有车，然后高收入，工作好，家庭背景也得好，还要求男生长得帅有眼缘，对她好，对她大方，这完全就是逼着自己在找霸道总裁嘛。就这么拖，最后把自己呢拖到了28岁以上了，在相亲市场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像北京这种一线大城市哈，其实呢每年都会有很多优秀的女生在涌入，虽然我这里确实有很多优秀的男生都满足这些女孩所有的要求，但是你们又有什么优势来和那些比你更年轻更优秀的女生竞争呢？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北京的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啊这些相亲角看一看，每周都有很多来相亲的，挂资料的都是父母居多，并且90%以上啊都是女孩的家长，就是为什么呢？你细品啊。你会怎样跟一个姑娘去炫富呢？有姑娘来相亲哈，看见富二代穿了件优衣库，怀疑对方根本就没啥钱啊，可能就是个骗子。还有姑娘呢，因为男生跟她 AA， 就认为男生是个穷鬼，拿不出钱就跟女生 AA。还有女生因为男生饭后打包而看不起男生，她会觉得这个男生有点 low。其实这些男生都是被教育的很好的男孩，不物质，不攀比，懂得珍惜资源，低调行事，尊重女性。但是这些美德在有些女孩的眼里啊，那
那是穷人才会穿的衣服，那穷人才会做的事儿。而实际上呢，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啊都有不同的理解。有钱人不一定就是靠这些来炫富的，就好像北京人炫富时会说，走，去我的四合院坐坐，在你看来不就是个几百年的破院子吗？有啥稀罕的？广州人炫富也会说，走，陪我一块去收房租啊。贵州人炫富会说，走，咱俩去整2瓶茅台。如果是你在相亲，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姑娘知道你有点钱呢？见过这样的约会对白吗？有2个刚刚认识没几天的人哈，有一天他们约会完了，这个男的呢就跟这个女的说，我挺喜欢你的，我觉得我爱上你了，你觉得我怎么样啊？这个女生就说哈，我觉得你挺好的呀。男的说，那既然这样，你今天晚上能不能不回去啊？结果这个女生就说了哈，好啊，不回去的话也可以，那你先给我转账吧。这男的呀立马就提高警觉了哈，什么转账？不是，你们这些女孩子怎么都这么物质啊？现在咱俩才认识几天呀，你就让我给你转账，你觉得合适吗？这女孩说，哦，原来你知道我们才认识几天呀，你什么都还没付出呢，你就让我晚上不要回去了，那你觉得合适吗？他们到底谁对谁错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咱们不要再被那3000万男光棍的数据给骗了哈！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女光棍数量已经突破1个亿了？这么多的女生哈，还在做梦呢，还在挑挑拣拣，还在居高临下呢。他们认为相亲就是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找对象呢，既要男人长得帅，还要男人有钱，既要男人有有趣的灵魂，还要男人有胸怀啊，给他万般宠爱。谈恋爱呢，天天就钻研着怎么让男人给他挥金如土啊，怎么才能说3句话就把男人迷成智障啊，如何才能让男人把她宠成小公主啊。哎，40岁的男人哈就已经叫油腻大叔了，可是40岁的女人呢却叫小仙女。小仙女们呢还天天哈做着梦，小仙女们啊还天天的哈梦想着白马王子高富帅从天而降。我都不想说了，过去不管有多少人追过你，不管有多少人跟你谈过恋爱，事实已经证明你确实失败了，你败给了时间，也败给了现实，这就是被淘汰的结果。不管你有多么的优秀，有多么骄傲啊，你的结局啊就是有价无市啊，你必须降低标准了，你才有可能嫁出去。你们认可吗？我相信王婆说媒以来最让她为难的一定是这个女孩。她的择偶标准是这样的：第一，男孩身高1.8米以上；第二，衣品得好啊，会穿搭，阳光帅气；第三，男孩的收入呢，如果在体制内呢，可以收入20万以上，那体制外的话，年收入得30万以上；第四要有车有房。女孩自己的条件呢是开了一家舞蹈培训班，具体收入不详，年龄29岁，身高1.68米。所以一个男人穿衣有样，开车有牌，走路有派，兜里还有钱，他们这样的男生真的有时间看这个相亲节目吗？另外就是有这个条件的男人还能轮到跟一个29岁长相普通的女生去相亲吗？在我的工作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姑娘既要又要还要，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总是拿着自己的一点点优势说事儿。比如说他学历有点高啊，收入比较好啊，自己的缺点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见，忽略不计。比如缺点是年龄大，长得丑，这几项标准真的，我要说多少遍呢？女生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套男人的标准。你们是看男人的高收入，但是男人看的就不是你的高收入。你想用你的高收入去吸引高收入，这是错的。你只有拿你的年轻漂亮去吸引高收入才是对的。不知道我这回到底给你们说明白了没有啊？大家来聊一聊呢。梦游二婚女相亲条件又把相亲男人给雷翻了。这是一个男网友的亲身经历。那天呢，36岁的二婚女跟这个30岁的二婚男呢，他们约着线下见面。之前2个人一直都在网上聊的，2个多月了终于要奔现了还是有一些小激动的。2个人呢就约到了一个公园，男士呢就先到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女士呢终于来了。结果呢，他说是因为路上太堵了所以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其实没太在意嘛想想大家都是来相亲的嘛，就相互说说自己的要求什么的。毕竟呢网上聊了很久，聊的也都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这回呢就大家说明白好了开诚布公的。
男士呢就让女士先说，于是这个女士就说之前呢自己说的自己是30岁，实际上呢是36岁哈，不过周围的人都说自己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28岁的样子。问男士能不能接受他这个年龄，男士没有接话啊，说那你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和要求就一起说了吧。于是这个女士又说我呢个人对另一半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就几点。一个呢就是在城里必须有2套房，因为自己是独生女，以后呢想把农村的父母接过来养老，男方的房子有一套必须要写他的名字这个呢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安全感，为了保障嘛，毕竟已经离过一次婚了再有呢就是结婚后男方的收入和财产都得让他来管理，怕男方乱花钱，自己呢感觉不踏实。最后就是结婚还是要彩礼的，不会很高，20万就够了。听到这里男士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你说你36岁长得像28岁的，那我要是告诉你，人家都说我虽然没有那么有钱，但是我长得很像有钱人，你能接受吗？还有你说我的房子写你的名字是为了你的安全感，那我的安全感不是就没有了吗？对吗？谁也不想再离婚，但是谁也保不准还会不会离婚的。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事儿都会发生，我还见过一个离过4、5次婚的人呢，那你怎么说呢？最后你说你要的彩礼不算多，也就20万，你知道一个男的要在城里买2套房，还得给你准备20万彩礼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的人？我要是有那个条件，我还会站在这儿跟你相亲吗？就在这时候，老远跑过来一个小女孩，就冲着这个女的叫妈妈妈妈。你说让我跟小朋友玩会儿，可是他们都走了，我就过来找你了。男士这会儿才恍然大悟说你还有个孩子呀？女士这会儿就一脸的尴尬说是的，我女儿都5岁了，刚才呢就是在哄她，所以我来晚了。男士这会儿已经完全下头了，说自己还有事转身就走了。我说现在有些人你出来相亲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大家都很理性的，没有谁那么容易被骗的，好吗？突然我就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不愿意自己的女儿远嫁。我昨天刷到了一个段子嘛，这个妻子呢和丈夫吵架了之后一气之下她就跑了出去，这个丈夫呢以为她很有骨气可能就不回来了，结果晚上这个妻子还是乖乖的回来了在家里做饭收拾屋子。丈夫呢这时候就觉得他妈妈说的话特别的对，远嫁的女人是不用去哄她的，因为她没地儿去真的是，你感觉是不是既心酸又无奈呢？都说北京的大龄剩女已经超过了100多万了，那你知道北京哪儿相亲人群最多吗？还是免费的想要脱单的一定要记住这5个地方，跟我来第一，中山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摊位接一个摊位的，都在地上摆着，没车没房没户口，在这儿呢属于是3无人员。那这里边相亲的呢男少女多，相亲的时间呢是每周的周4和周日的下午2点到5点。第二呢，天坛公园这里的简历大概都有2000多份，时间呢是每周3的早上9点到12点。第三个呢就是陶然亭公园，南城的父母呢给儿女找对象基本上都来这儿第四，海淀公园规模不大，但是呢都是高知家庭。第五呢，玉渊潭公园每周6的下午2点到5点，所以想要脱单的你可以来这几个地方没准你的缘分就在这儿拿走不谢如果这些地方溜达一圈你都没有戏，那还是回来找我吧。那天我们办了一场海归单身聚会的活动，那有几个女生就凑在一块儿就聊上了。我听到他们说到这样一个话题，说现在的中国男人不值得中国女人去嫁。这句话呢有点给我震惊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关键是后来加入这个话题的好几个女生，我觉得她们也很脑残一直在这附和也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他们就一直在嘲笑说中国男人很土很 low 的思想还停留在古代呢，封建又保守，没有情趣不说，还不懂得幽默还拿自己的抠门当作是节俭的美德，又大男子主义，也不尊重女性等等等等，说了挺多。那我就不太明白现在的中国女人在对男人的要求上怎么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有点不可理喻的地步了呢？这些女人她们以为自己独立了，能挣几个钱上了个好大学，到国外呢见了点世面，接触过几个外国的男人，买了几身
名牌的衣服，认识几个大牌子，就认为自己很高级了那就看不起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中国男人了。你们别忘了，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不也是中国男人吗？我想说你们怎么不看看现在中国的经济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各行各业放眼望去，做得优秀的大部分还不是中国男性吗？还有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傻男人，他才会默认我去结婚是要准备房子和车子的，还有彩礼，婚后我是要养家糊口的，我的钱呢是要给我的老婆管的。女人可以什么都不干，等着男人养你就行了。你去问一问国外哪一个国家的男人有这种概念特别是欧美国家。那我跟你们说，其他国家的男人他们几乎没有这样的想法，甚至说人家跟你谈个恋爱都要跟你 AA 的，结婚的时候也是2个人一起花钱去筹备的，哪有什么彩礼那有本事你就去找一个老外试一试，看看他会不会给你买房子买车，供你的全部花销，还给你准备彩礼，把自己的钱全部上交给你管。完了你呢再回来说这些中国男人 low 不 low， 是不是还不值得你们去嫁呢？现在正常人都变少了吗？来相亲的男生女生经常说现在找个正常人谈恋爱都非常的难。真的那么难吗？男生是这么说的现在的女生要么就挺渣的男朋友同时谈好几个，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把自己当哪个要么呢就是遇到很捞的天天跟你要这要那物质的不得了，跟他在谈恋爱太穷了根本谈不起，最后可能一句话不合适让你人财两空。要么呢就是遇到普信的天天觉得光棍3000万自己根本不愁嫁，得好好挑挑选选，各种 PUA 你打压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什么都不行。还有慢热女明明就是不喜欢嘛说自己慢热，要男生的态度找到感觉才能确定关系，就不知道要谈到猴年马月了他才能有感觉。总之呢也等不起还有呢作女，谈个恋爱吧，把男人当奴仆各种要情绪价值，各种宫廷式的伺候各种当跟班男人们还受得了吗那女生怎么说的呢也有不少怨言他们说现在抠门男是最不能接受的舍不得花钱拿不出态度，还要求女生跟他谈恋爱确定关系，怎么可能呢？什么都不想付出，就想得到结果了不播种还想收获呀，纯粹就是想白嫖嘛。谁又不是傻子好不好？还有那种凤凰男，一毛不拔，还想跟女人蹭吃蹭喝动不动要搞个什么项目，还让你投资给他花钱，一副想吃软饭的样子真可恨。还有一种巨婴男，可千万别碰上了，他可是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的，内心就是个小男孩，情绪不能自理，生活也不能自理，最后给你扔个烂摊子让你收拾谁受得了呀？最可怕的就是渣男了那手段太高明了，话说的好听，事儿做的好看钱呢也会给你不少花，但人家就是跟你玩玩不会把你娶回家。最后呢还有一种摆烂的躺平了，你爱谁谁吧人家就像爷一样的心态，不追求不讨好，你愿者上钩吧，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生娃也能过得很潇洒，一言不合就冷暴力懒得理你，佛系人生了咱就说说这世上还能有正常点的吗我都替他们着急了，真的是挺难的。最近有个女生她去参加了一个高端单身聚会局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士，2个人呢聊得很开心，互相敬酒，喝着喝着呢这个女生就有点喝多了。到了大家快散场的时候呢，男士看到这个姑娘微醺的状态就提出来送她回家。女孩这会儿呢半醉半醒的就答应了。于是呢男士就叫了辆车带着姑娘离开了。这一上车女孩就倒在后座上没说几句话就睡过去了。问她住哪儿呢也没说叫也叫不醒。男士这下心情就有点复杂了不知该怎么做比较好，想想也不知道她住哪儿，大晚上的也不能就在车里等着，送哪儿去都不合适。于是呢他就自作主张了让司机呢把车开到了自己家的楼下。在车里呢等了2多小时，这时候女孩突然就有动静了原来是要吐于是呢男士就扶她下车女生呢吐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清醒了，发现这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也不是她家，就问男士这是哪儿。男士说因为他刚才睡过去了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就把他拉到自己家楼下了。目前呢是半夜啊，快1点了。于是呢，男士就问姑娘啊，住得远不远？姑娘说啊，家住得挺远的，有点一脸茫然的表情。于是呢，男士就跟她说，要不就上我家凑合一晚得了啊，你睡卧室，我住客厅。女生听着呢也挺合理的，就点了点头同意了。于是两人呢就上了楼。女生洗漱完了之后呢，就在男生的卧室呢睡下了，男生呢也在客厅躺下了。可是啊，后面问题就来了啊，他俩各自睡了2个多小时之后啊，男生啊在客厅越睡越冷，然后就开始敲卧室的门哈，让女生给他开门哈。女生啊死活就不开，这俩人啊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哈，就争执起来了。男士呢说自己睡客厅太冷了啊，想拿床被子出来。女生呢就死活就不开门啊，说男生想要耍流氓。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处理的不好呢？